彭德懷那封萬言書到底寫了什麼？為什麼會引發那麼大的風波？信中80%的篇幅都在肯定成績，可問題就出在那剩下的20%上。毛主席看完後整整沉默了2天，之後彭德懷的命運徹底改變了。上集說到，彭德懷在廬山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，指出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。沒看過上集的可以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上集彭德懷的萬言書，有80%的篇幅都在肯定成績。他說大躍進成績確是偉大的，說人民公社具有偉大意義，說總路線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。他把好話說在前面，而且說得很誠懇。問題出在剩下的20%。彭德懷指出了3個具體問題。第一，浮誇風嚴重，各地虛報產量。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估計過高，造成了一種假象，大家以為糧食問題解決了，就放開手搞工業去了。第二，決策缺乏平衡，搞鋼鐵的時候沒有認真研究煉鋼設備、煤炭礦石、運輸能力、勞動力這些配套問題，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。第三，比例失調已經影響到各階層關係。他用了一個很重的詞，這是具有政治性的問題。彭德懷仔細分析了這些問題的原因，一方面是缺乏經驗，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體會不深；另一方面是思想方法出了問題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導致做的錯誤。他寫道：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，搶先思想一度占上風，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。2天後，會議風向急轉直下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這封信上。一時間，廬山上形成了2派對峙的局面。經過1個月的研究討論，會議最終決定暫時撤銷彭德懷的一切傳聞。60多年後重讀這封信，才發現彭德懷說的那些問題都是真的。浮誇風確實存在，虛報產量確實嚴重，比例失調確實影響群眾生活。他在信裡提出的建議，比如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，實事求是卻是如今的基本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，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